欢迎收看幼师蝙蝠，我是蝙蝠云。咱们关于美泰 DC 的课程，主要是以系列的几代标准素体为线索，按照诞生时间倒序讲述的。那我们也沿着素体继续讲述。今天的产品可以看作是美泰 DC 宇宙的第一代标准素体。不过我们的形象选题，不论在这个系列还是蝙蝠侠的玩具领域，都算是比较特别。品牌还为这一特殊形象起了名字——暗影骑士蝙蝠侠。在产品的诞生时间比较流行的挂卡包装、异形的吸塑盒，亮点是在起集位和盒子的中心位置为吸塑制作了一个塑形的星形，去照应当时的 DC 环星型标志。背面是同一波的所有人物，还做了场景化的罗列，算是个不怎么硬的猜你喜欢。产品的出品时间是2007年，这是美泰的第一波非低龄向的 DC 宇宙人物套组。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组合人系列，这也算是美泰 DC 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波人物，尤其是对于反派形象的刻画上，放在今天的廉价美系里横向对比也不过时。那么作为这一波里编号01的产品，蝙蝠侠他的形象上并不标准，所制作的并非一个常见于我们印象中的蝙蝠侠形象，而这个产品本质上就是个重涂品，且在配色和呈现方向上是没有出处的重涂，也就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批判的瞎逼改。不过在这一产品之前，同素体的标准形象蝙蝠侠就已经推出过了，那依然选择这个形象的原因，那肯定是不论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形象上都太普通了，除了作为我们讲述美泰 DC 的线索素体之外，就没啥可聊的。这个特殊形象在设计上显然更具讲述价值。那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产品的设计思路和灵感来源。那一听这个有品牌原创还挺响亮的名号暗影骑士，那肯定就有聪明的同学说了，我知道这个灵感来源是暗影蜘蛛侠。这个肯定不可能啊！一方面，暗影骑士和暗影蜘蛛侠，他俩的英文名并不相近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产品的诞生是2007年，暗影蜘蛛侠2008年12月才诞生。如果以出版时间为准，已经是2009年的事了。这个产品的年龄比暗影蜘蛛侠这 IP 岁数的大。那剩下的聪明同学呢，肯定觉得啊，我知道全身黢黑的那就是黑豹。这个确实还有点像，不过05年左右漫画中的黑豹形象对于面罩造型还是比较强调兽化特征的，所以硬要把这两个形象关联，可能也有点牵强。那这一形象的灵感来源在哪儿？就是蝙蝠家族里的角色，或者说蝙蝠家族里装束相对最怪异的形象卡珊德拉盖因。这一产品就是想体现一个更阴影化、弱标识感的蝙蝠侠形象，并和同一波的卡珊德拉盖因在外观上形成对照，所以一目了然的，这一形象在配色上弱化了蝙蝠装在视觉上一应的标识元素，整体都是偏向顺色的。蝙蝠标和腰带两个在传统蝙蝠装上最重要的跳色元素，也用相对阴郁的蓝灰色顺在黑的主色里，相比之下可能比卡珊德拉盖因的配色更极端。人物的上半脸和系列其他几个同素体的蝙蝠侠同模，下半脸整个就是黑的，而且做了一定程度的改模。它并没有做成一种面罩修脸的感觉，而是一种弱棱角、弱走式的切割感，表现的更多的不是面罩或是面具，而是隐匿在阴影中完全黑暗的下半脸。结合这个脸的设计，配合整体的配色，让整个产品的表现上很暧昧但很特别，既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件蝙蝠侠的暗影服装，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隐匿在夜色和黑暗阴影中的蝙蝠侠，一个模糊的幽暗的身影。包括整个形象上唯一一个跳色的点，也是为了在强化这个设计。它的腕刃是银色的金属漆，让它能表现出一种在阴影之下闪着寒光的利刃，相当于是为这个黑咕隆咚的轮廓增加一个光影化的细节。咱背景比较亮啊，后面改个黑背景，这个画面感意境会很强。像这种阴影化的形象，涂装的难度肯定不大，处理的也确实比较理想。最直接的就是这类形象料面必须得有消光质感，黑咕隆咚油亮的，想表现的效果就一定出不来。整体大面积都有消光的处理，偏向更隐匿的暗色位置，腰包或是胸标也都是哑光的漆料，常态下有颗粒感，几乎不反光。腰带扣的标志是人物正面唯一一个小的亮色位，尺寸极其迷你，印刷的精度非常高，显得非常精致。缝线也都有一定的勾线处理，扣子和铆钉都用的是金属漆，而且这个位置的涂装精度也非常高。就是一些小的上色的细节位，很感慨啊！07年的东西，涂装都能涂到这水平，20年之后的廉价美系，谁还不如这谁反思？
手套和靴子都用了不同的黑色，并且上了光油，配合手套上的缝线和靴子上的一些纹理，对于皮质感和油光感的处理也比较协调，能为这个整体都黑的形象提供一些层次感，同时不过分抢戏不跳。咱们再看向这个形体，作为美泰的第一代标准素体，它的身形表现就已经算是比较工整了。但是说它是第一代也不算严谨，因为同期还有另一个关节数量跟它相近的素体，咱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讲过。不过呢，这个素体它基础的形体框架脱胎自咱们之前也讲过的宽松版权系列，就是那个可以原创蝙蝠侠形象拿大炮拿火箭的那系列，所以这个能算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为 DC 宇宙研发的素体。它的服役时间也并不长，08年之后就基本都换成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常态素体了。这个素体相比后边的一代其实更魁梧，它的特点就是腰腹的对比感更强，背部的肌肉也更加发达，这人物正面像个眼镜蛇一样，且腰包的尺寸也更大更厚。脚的尺寸虽然也很大，但是相比后一代大脚版素体，这个在尺寸比例上相对更和谐。在关节设计上，第一代和第二代素体的切分位几乎就没什么区别了。这一代头部可动是个弱项，既没有做滑轨，里头也没有做活装，所以头部基本只有平转价值，低头和抬头都是靠柔韧性在活动，没有办法定位。手臂的侧、前抬及单关节，手腕没有切关节，只有从臂甲开始的一节平转，平转的合理性也没问题，没有图形的突出。凸字形腹部是美泰几乎所有素体的一贯性的腰腹切位和常态的平转，胯部的尾切面关节被大腰包挡住一部分，侧前踢受腰包的干涉，前踢的幅度很小，腿部的平转，膝部的单关节和脚踝单轴的招财猫，转胶的披风没做任何相关的处理或是关节。在其诞生的时间节点，这算是一套相对标准化偏高可动的素体了。人物的手是个暧昧化的手型，握拳和捏标两用的，有一个插口。这暧昧化手型还是个意思吗？不论当时平放握拳的也好，还是捏标的，都算是合理。道具配件只有蝙蝠标，但是有3种，一种是十字架型的，偏向常规造型的，偏向66版形态的散状的。这个标对于手型的适配度不高，装着比较费劲。这仨标呢都是软胶的，而且属于非常软水平。但是像这种配件吧，软不软它不是重点，你软手感还挺好，重点是你的胶皮感得强啊。软没问题，你得能回形啊，能够保障其常态化标准的形状，那软不软就无所谓。美泰这一系列我认为很有亮点的纸品，附属的背景板底下还可以折，不仅做了纵深，而且底下还有舞台，并且是用纸模的思路去构建的，能够一体折叠的同时，这些折叠位都是做了卡榫的。地台、人物名牌、歌坛的城市背景、异形的纵深，整个形态是一个蝙蝠形包裹的场景。这个简单的场景盒纸模的配置非常有新意，和玩具适配度高的同时，也很给玩具提格。往这一放，这产品显得一下就高级了。而且同系列的产品都搭调其对应的场景，摆上一排，就很有小博物馆的感觉。这个成本造价也不高的配置，非常实用且成功。这也算是个小彩蛋吧。这人物形象是原创的，但这场景不是啊。这个场景的出处是蝙蝠侠651期，或者说来自缄默的故事线。美泰的暗影骑士蝙蝠侠作为一个没有出处的重涂品，它的设计思路很明确，呈现方式也很简单，且呈现出的造型也很有效果。作为一个从重涂中诞生的新造型，它的完成度就很高，甚至作为一个在各种经典形象里都有偏向隐匿的阴影化的角色，但玩具产品受限于它的实体表现形式，却只能把它做得越来越具象，所以能够呈现一个弱标识的暧昧化的蝙蝠侠，这样的想法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再加上这个纸模化的小场景为这个产品的提格，即使在今天看，这些表现的方式和配置也不过时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蝙蝠云，咱们下回见。